第336章风之极，落日耀。庞大的青石广场之上，强横的斗气以及凌厉的剑罡自场中不断爆射而出，在周围坚硬的地板上留下一道道清晰可见的深痕。所有人此刻都是屏住了呼吸，目光随着那若隐若现的两道人影的闪移而移动着，越来越剧烈以及白热化的战斗，让得很多人的心脏都是提在了喉咙之处。看现在双方那火爆的战斗，那本来在他们印象中应该一触便是溃败的萧炎，却是出人意料的并未有着半丝落下风的模样，而且凭借着极为凶悍的近身战斗，他在攻势之上居然还隐隐有压着纳兰嫣然一头的迹象，这实在是让的那些原本还以为胜券在握的云岚宗弟子有些目瞪口呆。当然不仅那些普通的云岚宗弟子，当场中纳兰嫣然在接连使出好几种玄阶斗技，却依然全部被萧炎暗中用一火抵挡而下后，那石台上的一干云岚宗长老脸色终于也略微开始有些不自在起来了。纳兰嫣然所施展的那几种斗技，在云岚宗内属于那种高深并且颇难修炼的类型，而且威力也不小。凭纳兰嫣然的实力施展出这几种斗技，即使对方是一名超越其2、3星等级的强者，那也不可能如此轻描淡写的便是将之抵挡。然而那出现的面前的现实却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云冷等人，那些威力不弱的斗技竟然全部被实力纳兰嫣然稍逊一筹的萧炎毫发无损的抵挡了下来。大长老，那萧炎似乎有一些古怪，每一次嫣然的斗技在即将攻击到他的身体之时，便是会出现一股极其强大的诡异能量，就是这股诡异能量方才使得嫣然的斗技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效果。目光紧紧地盯在场中，一名白袍老者终于是忍不住地转过头，脸色凝重地对着云棱低声道。听得白袍老者的低声，其他几位长老包括云棱都是微微点了点头，凭他们的实力自然也是感觉到了那股带着炽热的诡异能量。不过由于萧炎是在高速移动中施展异火，并且手法极为蹑熟，因此就是连云冷等人也只是有所察觉，可却也不知道萧炎究竟是使用了什么。不要慌，让我仔细感知一下。脸色有些阴沉地摆了摆手，云冷眼睛缓缓闭上，旋即将借助着体内斗气与外界同属性能量的链接，开始全方位地监视着萧炎的一举一动。听得云冷此言，其他几位长老互相对视了一眼，也是保持下了沉默，继续将目光投注到那战斗越发激烈的场中。在这些长老沉默下来之后不久，天空中忽然响起2道破风之声，旋即2条人影突兀地闪现在广场周围的一棵参天大树之顶，目光扫过下方难分难解的战圈，都不由得有些诧异。在2条人影出现之后，大树之顶上的嘉行天等人都是将目光投了过来，当视线扫到那一身淡青袍服，面容竟然隐隐带着几分英俊的中年人之后，皆是一怔，旋即招呼的笑声顿时络绎不绝了起来。由此可见，这人在加玛帝国拥有着何种的身份地位，竟然连嘉行天、法玛这等人物都是如此客气。来人正是加玛帝国的丹王古河，在他身后是紧跟而至的柳灵。此刻的柳灵并无当初在帝都时的那股嚣张气焰，安静地站在古河身后，微笑着与一旁的纳兰杰一干老一辈人物打着招呼。看他这副模样，似乎因为炼药师大会上的失败很是改变了一些。哼，没想到家老、法老2位也来了呀，不过今日宗主不在，倒是无人招呼了，抱歉。古河对着2人拱了拱手，也是客气地回笑道。对于这2位在加玛帝国中拥有着不小声望的巅峰强者，他同样是不敢有着怠慢。这位是？扫视的目光忽然停在一旁的海波东身上，古河面容上闪过一抹迟疑，凭借他出色的灵魂感知能力，自然是能够察觉到前者那若隐若现的澎湃气势。海波东。海波东对着古河拱了拱手，一向对陌生人颇为冷漠的脸庞却是破天荒地露出了一抹略显僵硬的笑容。虽然论起辈分，他比古河要高上许多，可这个世界上拳头大、拥有本事的人才能真正得到平等或者敬畏的对待。他虽贵为斗皇强者，可作为加玛帝国最优秀的炼药大师，即使是斗皇强者，与之见面也只能平等对待。因为任何人都知道，一个6品炼药师拥有着何种庞大的号召力。
冰皇海波东。听得海波东的自报姓名，古河一怔，旋即神色有些错愕，半晌后脸色恢复正常，对着海波东客气地笑道：“当年古和尚还在历练之时，便是久仰海老名头，今日一见，威风不减当年啊。”海波东笑了笑，对方如此客气，他自然也不好轻礼。两人互相客气了一番后，古河这才将目光投向场中，当瞧的那如胶如漆的战斗，眉头顿时一挑，诧异的道：“那人便是萧家萧炎。”“哼，是啊，只不过却并非是废物。”苦涩的笑声在一旁响起，古河一望，原来是纳兰杰接过了话头。古河点了点头，目光盯着场中那化为一道黑影的萧炎，心中不说诧异，那自然是假的，他自然很清楚，3年之前，后者不过是一个连斗者都尚未到达的废物而已。然而这3年之后，居然便是飙升到了足以与纳兰嫣然抗衡的地步。要知道，这3年之中，云云可不知道让得他给纳兰嫣然炼制了多少提升实力的丹药。然而在云岚宗与他双方的支持之下，可那个萧炎却依然是紧跟了上来，这得需要何种庞大势力的支持以及恐怖的修炼天赋。原本淡然的笑脸添了一份凝重，古河微皱着眉头，灵魂力量自眉心处破体而出，旋即闪电般的缭绕上了广场。顿时萧炎那原本快若闪电的移动速度，便是犹如放慢了节拍的电影一般，在前者脑海中缓缓地回放着。而在这慢节拍之中，萧炎的一举一动无不是暴露在了古河的感知之中。在众位强者各尽其能的监视之下，场中2道在普通云岚宗弟子眼中有些显得模糊的交错身影，却是变得极为清晰了起来。场中闪移交错的身影再度一触而退，随着能量爆炸声，2道身影各自查着地面暴退了10几米。暴退的人影缓缓止住，萧炎与纳兰嫣然的身影终于是清晰地出现在了所有人的注视之下。望着2人的模样，皆是一愣。萧炎身体之上的斗气铠甲已经出现了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剑痕，在深深的剑痕之下，还能隐隐见到嫣红的鲜血。显然在先前那番近乎疯狂的近身战斗中，他也并非是没有完全受到纳兰嫣然的反击。萧炎的外形不甚好看，反观纳兰嫣然，同样是略微有些失态，原本整洁的月袍裙袍，此刻却是变得有些凌乱，在小腹处的部位，一个脚印清晰可见，凌乱的青丝被沾在出了一些汗水的光洁额头之上，贝齿紧咬着红唇，呼吸略有些急促。2人的这副模样，看来在先前的激战中都是略有胜略有负。在2人现身之后，广场上原本存在的窃窃私语便是再度完全安静，所有人都是被2人之间那股针锋相对的气势所感染，不敢再发言将之打破。微风刮过广场，许些枯叶顺着风儿打着卷，从2人之间飘掠而过。安静持续了半晌，纳兰嫣然终于是率先有所动作，灵动的眸子带着许些复杂情绪，深深地看了对面那脸色冷漠的青年，玉手缓缓抽去束着3000青丝的绿带，微微摆头，满头青丝犹如月华一般倾洒而下，顺着香肩一直垂至纤细的柳腰处。赤日下，女子解开发带，青丝滑落，合着出尘灵动气质，动人的一幕，让得无数本就对其心有爱慕之人更是心跳加速。他要用那东西了。望着纳兰嫣然忽然间的举止，石台上的云冷等人一怔，旋即自言自语的道：“看来比试应该快要结束了，不过那把嫣然逼到这一步，这个萧家小子真的很强啊。”一名白袍长老叹息道：“要拿出底牌了，这丫头竟然被逼到这一步了。”巨树上，古河脸庞上浮现一抹诧异，轻声道：“周围的嘉行天等人听得古河这话，皆是一愣，旋即略感惊奇地将目光投注场中。场地中顺着青丝倾洒而下，纳兰嫣然眼眸缓缓闭上，片刻之后骤然睁开，满头青丝忽然间无风自动而起，长发飘舞，而随着青丝的舞动，她的身体居然是没有借助着弹射之力或者翅膀之效，开始悬浮而上。随着纳兰嫣然身形缓缓升空，其周身的能量也是在此刻犹如沸腾的开水一般暴动了起来，一圈圈淡青色的实质涟漪从其体内不断扩散而出。
长剑缓缓移上，最后斜指着下方广场之上的萧炎。某一刻，长剑微颤，天空之上的日光猛然间居然对着长剑方向凝聚了过来。仅仅是刹那时间，长剑之上便是光芒大涨，刺眼的光芒宛如天空上的第二轮太阳。萧炎，定胜负吧。白皙的俏脸被光芒反射的看上去略微有些透明。纳兰嫣然遥遥指向下方的萧炎，第一次开口喊出了那个曾经让得他极为厌恶的名字。萧炎抬头望着那刺眼的光芒，在光芒之下，恐怖的能量正在疯狂地凝聚着。终于使用底牌了吗？既然如此，美眸直直地盯着下方身姿挺拔的青年，纳兰嫣然深吸了一口空气，玉手紧握着变得极为沉重的长剑，以一种缓慢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是在移动的速度缓缓移动着。而随着长剑的移动，扩散的能量涟漪也是越来越剧烈。淡淡的望着天空，萧炎右手轻轻伸出，青色火焰噗的一声猛然出现在了满场注视之下。这是当青色火焰出现之后，一些普通云岚宗弟子倒没什么，那些长老以及高树上的古河等强者眼瞳却是豁然大睁了起来，特别是加马等人心中的那股感觉越来越强烈。天空之上移动的长剑骤然停顿，纳兰嫣然被齿紧咬，双手死死握着不断跳跃的长剑，其上所蕴含的恐怖能量已经让得他难以把握。某一刻，当长剑之上的能量酝酿到巅峰状态之时，纳兰嫣然终于是不再压抑，俏脸凝重，随着一道清脆喝声，长剑之上本就刺眼的日光再度猛然暴涨，一时间剑上强光居然掩盖了天空上赤阳的光芒。风之极，落日耀。天空上交喝声落下，恐怖的能量波动终于是暴动而起，一股凌厉剑气自天空之上宛如降临一般，铺天盖地地对着萧炎爆射而去。坚硬的地板在那凌厉剑气的压迫之下，居然崩裂出了一道道蔓延到广场尽头的裂缝。感受到天空上那股剑气的恐怖，那些云岚宗弟子急忙守对手，一股股斗气自他们体内升腾而出，最后凝聚成了一副几乎囊括大半个广场的巨大能量罩，借此方才摆脱了天空上剑气所造成的压迫。居然是风之极，没想到云云连这都交给了他，只不过以他的实力却尚不能发挥出10之23的力量啊。抬头望着那犹如一轮明日坠落而下的剑气，嘉刑天喃喃道：这个小家伙或许该是要倒。目光转向场中的萧炎，嘉刑天话语还未说话，眼瞳骤然一缩，只见场中萧炎忽然从那戒中取出一枚淡紫药丸，丢进嘴中，微微嚼动，旋即嘴巴一张，一团紫火喷吐而出，停留在了左手之上。这态势，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口吐紫火，嘉刑天眼睛几乎眯成了一条缝隙。那日在皇家广场上，那叫做炎萧的青年也是这般。缓缓转头与砝码对视了一眼，两人的表情极为怪异与精彩。看来现在的他们终于是确定了一点东西，那炎萧就是萧炎。当然，从萧炎的这一举动而发现某些事的，并非只有砝码、嘉刑天，据述上纳兰杰、沐尘等人同样是在此刻目瞪口呆了起来。其实最重要的也并非是他们几人，而是那悬浮在天空之上刚刚释放出了恐怖斗技的纳兰嫣然。